恐慌传播比病毒还快，美国硅谷银行宣告破产，消息很少，有点吓人。大家好，我是肖银华。美国金融面临风暴，金融海啸正在酝酿，中国这次真的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就在最近，当我们还在感慨中国的外交在国际上受到普遍赞誉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传来了惊天的消息：美国的金融霸权正迎来特大海啸，美国硅谷银行宣告破产。接着华盛顿还在努力粉饰局面，资本纷纷开始吸引韭菜挡枪，为自己跳船争取时间。相关消息很少，但有点吓人。在美国当地时间3月10号，硅谷银行正式宣布破产。尽管大量的美国媒体在拼命地向民众解释，影响有限，但是此事却直接惊动华盛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连夜召集多部门领导人召开闭门会议，据消息称，说是在讨论尽快淡化这次危机带来的风险。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回应。挺有意思的是，硅谷银行可不是什么小银行，说倒闭就倒闭了。我翻了一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保护与创新部门的数据显示，至少在去年年底，也就是3个月以前，硅谷银行拥有的资产是209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4万亿人民币，储蓄规模达到了1754亿美元，折合约1.21万亿人民币。硅谷银行还连续5年登上了福布斯年度美国最佳银行的榜单。获奖是3月7号发的，人是3月10号没的。上一次美国出现这种规模和等级的银行破产，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次危机直接导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但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其实挺吓人的。如果硅谷银行的破产是美国银行业崩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金融危机就成为必然。这一回可没有中国来救市，美国该如何处理呢？恐怕战争就成为拜登手里唯一的选项了。在今年2月8号，也就是硅谷银行暴雷的1个月以前，美国知名金融分析师吉姆·克莱默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建议购买硅谷银行的股票会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硅谷银行没了。而在3月11号，这个人又在社交媒体上抛出了5个英文单词，意思是摩根大通是一座堡垒。就这么几个字，直接让点击量达到了668万，几乎整个评论区都在劝他闭嘴。有网友就坦言自己从没想过摩根大通也会破产，但吉姆的推文让他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简单点说，虽然媒体还在粉饰金融状况，但恐慌的传播比病毒可要来得快得多。要知道，硅谷银行的破产可能是美国金融霸权里一个炮塔的坍塌，而摩根大通的破产可能就是半个城堡的坍塌，概念和影响是完全不同的。非常微妙就在这里，在整个金融形势恶劣的情况下，硅谷银行暴雷当天，摩根大通的股票突然逆势上涨了 1.7%， 另一个富国银行也上涨了 1%。 而最具讽刺的是，银行业的风险一旦爆发，这种恐慌甚至没事都能出事，反应将是连锁性的。坦率地说，这可能真的是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中国至少专注于自己的事情，结果美国就因为美联储的加息折腾出了金融海啸，随时会冲击美国自己的金融霸权。所谓不作不死，害人害己，都体现在了美国人的身上。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